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的一场愉快的通话之后，特朗普大发慈悲地宣布，美国对欧盟的 50% 关税可以从6月1号推迟到7月9号，以便双方谈判达成协议。不难想象，冯德莱恩定然向美国许诺了诸多好处，才能让特朗普欣然松口。但考虑到特朗普欺软怕硬的性格，再看看主动求和的英国和坚持抵抗的中国从特朗普手上拿到的条件，不难推测，欧盟需要为这次妥协讨好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欧盟恐怕怎么也无法理解，明明美国口口声声都要打压中国，为什么特朗普真正发起关税大战，自己反倒成为了最大受害者？回首往昔，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其实一刻都没有停止，哪怕是在所谓的中美蜜月期，其对中国的无理制裁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救市，第一个走出了金融危机，并为世界经济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美国也是中国救市举措的受益者，但其中所代表的中国国力发展与全球话语权的提升，让美国感到了空前的威胁。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气来，美国就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意图遏制中国崛起。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装都不装，喊着美国优先的口号，无视美国一手制定的国际规则，悍然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2020年大选特朗普失利，代表美国传统建制派的拜登重掌政权，并在上台后推翻了特朗普的大部分政策。但唯有在针对中国这一方面，拜登不但全面延续了特朗普挑起的害人害己的战争，甚至在原本的基础上层层加码，还试图拉上盟友一起对付中国。在美国国内日益分裂，两党在国会中几乎到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地步的情况下，可以说反华几乎已经成为了美国唯一能够达成的共识。因此，面对特朗普的卷土重来，中国早就做好了他会带着美国发疯的准备。故而，当特朗普高喊着终止世界对美国的贸易剥削的口号，抛出一张对全球加征关税的清单时，中国第一时间给出了自己的应对措施：对等加征关税。中国的反制之迅速坚决，完全超出了特朗普的预期。恼羞成怒之下，特朗普几次提高对华关税额度，却都只遭到了中方的对等反制。直到美国将关税加征额度较到了堪称离谱的 125%， 特朗普也没有等到中国的让步求饶，反倒先收到了美国股债汇三杀、国内物价飙涨的噩耗。特朗普终于意识到，自己发起关税战的最大依仗，即世界离不开美国这个最大消费市场，是不符合事实的。现在是美国离不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给他提供的商品。更加糟糕的是，就在中美关税战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印度为讨美国欢心，在中国周边制造冲突，升级印巴局势，却被巴基斯坦用中国的歼 10C 击落6架战机，其中包括阵风战机。虽然阵风是法国飞机，但作为欧洲顶尖的4代半战斗机，除了隐身性能之外，它在很多方面几乎能够对标美国 F-35， 甚至还曾在美法联合演习中有过锁定 F-22 的记录。如果歼10的出口版本都要强于阵风，那么中国空军所使用的自用版又会是什么水平？更何况中国还有性能更强的歼16、歼20、歼435，以及已经试飞的6代机。这击碎了美国在面对中国时惯有的美军装备领先，中国必然怯战的心态，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军事施压手段也不可能对中国奏效了。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特朗普不得不选择放软身段，主动派出团队找中国谈判。当然，为了面子，美国也不可能到中国示弱，而是挑了个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的机会，去瑞士与中国进行会谈。这次见面的结果是美国撤销了特朗普后续的喊价，就连最初那张全球关税清单上对中国加征的 34% 关税也被拆分，其中 10% 继续生效， 24% 则暂缓至90天后实行。中国也做出了对等的回应，并且强调中方的措施会在美方适时修改关税后执行。同时，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应建立联络机制，就经贸问题展开持续协商。这样的结果让欧洲大为震惊，毕竟就连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且对美国是贸易逆差，还是第一时间跑去找美国谈判的英国，拿到的条件也不是 10% 的关税，只不过对部分产品关税略有减免。考虑到英国没有对美国进行任何报复，而中国则是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可以说中国拿到了比英国更好的条件。不过，更让欧洲破防的还在后面。虽然特朗普口头上不愿意承认，但这一轮中美斗法实质上是以特朗普的服软而告终的。这对于需要用美国赢了来稳固支持的特朗普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结果。毕竟，即使是文盲红脖子，恐怕也不会认为美国在对中国出招之后遭到中国反制，主动去找中国谈判的结果，还是中美对彼此同等加征关税，并且还要美国先降低关税之后中国跟着降，会是美国的胜利。
特朗普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糊弄过去，干脆开始转移话题大法。中美谈判结果出炉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去抨击欧盟在贸易方面比中国更坏，占美国便宜比中国更多，并表示自己一定会让欧盟乖乖把吃了美国的吐出来。特朗普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啊！眼看欧盟不敢反抗，又不想求饶，他在5月23号宣布要从6月1号开始对欧盟加征 50% 的关税。这个比例看起来比特朗普与中国赌气时加到的 125% 关税还是要少许多，可事实是 50% 的关税已经足够断送正常情况下欧洲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欧盟各国当然不想认下如此糟糕的结果，不少国家都表示要和美国进行斗争。但作为欧盟领导人的冯德莱恩却在特朗普宣布对欧盟加征关税2天后就给特朗普打去了电话。尽管双方谈话的具体内容外界不得而知，但从特朗普在接到电话后表示愉快，不难推测冯德莱恩大概率是做了一些妥协讨好的承诺。不过不出意外的，冯德莱恩的示好并没能换来特朗普的让利许诺，特朗普只是答应将对欧盟加征 50% 关税的时间从6月1号推迟到7月9号。在此之前，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美国曾在4月10号宣布对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等关税暂缓90天，在此期间只收取 10% 的基础关税。也就是说，冯德莱恩一番让利只让特朗普答应将加征关税时间回归到这次无理取闹之前，他甚至都不愿意将加征关税的比例调整回4月2号那张关税清单上的水平。显然，曾经被认为是美国亲密盟友的欧盟将会成为这次特朗普全球关税大战当中最大的受害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不好，尤其是美国的财政已经走到了不堪负重的边缘。为了缓解国内危机，美国必须加紧从外部吸血，这个窟窿甚至已经大到哪怕是吸干那些亚非拉小国都不一定能够满足美国的需求的地步。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最希望的当然是吃掉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体量已经大到了能够威胁美国全球霸权的地步。拉爆中国既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又能够填满美国的胃口。更妙的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美国在意识形态观念里的敌人，吃起来没有道德舆论压力。可是美国对中国的施压遭到了中方的反制，又无法承受中美对撞造成的后果，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最佳选择。在中国这里碰了壁，美国不得不重新选择牺牲品。这一次特朗普意识到，这个为美国续命的牺牲品不仅要足够大，还要好拿捏。如此一来，欧盟自然就进入了特朗普的视野。欧洲这些国家作为老牌发达国家，还是颇有一些积蓄。欧盟作为欧洲国家的集合体，经济总量能够与中国相提并论。与此同时，自冷战以来，欧洲的安全长期依赖美国保障，这就意味着欧盟大概没有强烈的反抗美国霸凌的胆子。即使欧盟对此不满，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渗透，欧盟内部已经多的是美国的钉子。就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都是个全家都是美国人的裸官。有这样的内鬼搅和，欧盟根本不可能组织起有力的反抗。更妙的是，比起中国与美国经济互补居多，欧洲在经济上与美国的竞争性更强，双方都是以高技术产业和金融业为主。这意味着，即使欧盟排除万难组织起了反击，欧盟跟美国造成的打击也远不及中国。也意味着美国吞并欧洲产业比吞并中国产业要顺手得多。如此一来，欧盟自然成为了特朗普的针对目标。一句欧盟比中国还坏已经把一切展露得明明白白。可笑欧盟意识形态观念上脑，不能理解特朗普的苦心，还在为特朗普的举动破防，并试图以共同抗中作为换取特朗普赦免的筹码。殊不知，特朗普早已转换了目标，欧盟在美国菜单上的位置恐怕比中国更加靠前。在欧洲国家的眼中，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坑欧洲这件事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即使被当成冤大头，欧洲国家除了放嘴炮以外，至今也没有对美国做出过对等报复。通过北约控制欧洲的安全，是美国能在欧洲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但让欧洲人愿意接受控制的原因，则是欧洲人过去的好日子都来源于美国在2战后的再造之功。然而事实是，仅仅在60年代末，欧洲国家就完成了经济重建。仅西方阵营的那些欧洲国家，不仅总体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远高于苏联，同时这些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的世界首屈一指。部分袖珍国家更是凭借其高的国民收入，成为令人羡慕至今的典范。欧洲人能在战后迅速过上好日子的原因，其实是美国为世界霸权付出了一笔巨大的代价。1947年6月5号，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宣布，美国已经为帮助欧洲复兴做好了准备。在这次演讲结束之后，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短短3年内，
美国为16个欧洲国家与地区和已被划分为亚洲国家的土耳其提供了总计超1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巨款成为了战后欧洲复兴的关键。按照购买力计算，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1500亿美元。但事实上，这130亿美元对欧洲产生的影响远超于今天1500亿美元能产生的效果，其实际价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2万亿美元。这个计算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让我们把时间拨回马歇尔计划开始的3年前。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国就预料到想成功完成世界霸权的转移，需要由自己主导战后欧洲的复兴之路。想要引导欧洲顺利走出战争阴影，除了美国需要提供援助之外，必须建立一个以美金为主导的稳定的货币体系。1944年7月，美苏中法等多国代表齐聚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签署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多份文件。这几份文件搭建了一个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基石就是当时美国持有的占全球黄金储备超 75% 的巨型金库。在当时的文件中，1美元可以兑换 0.89 克黄金，各国按照美元与黄金的比例确定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同时获得的美元援助也可以参照黄金的价值兑换为美国的商品。以金价计算，美国在1948年到1950年为欧洲提供的130亿美元援助，大约相当于目前金价下的 1.2 万亿美元。这笔援助带给欧洲的直接影响，就是让欧洲国家在短短3年内创造出了欧洲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948年到1952年，受援助的国家年均工业产值增长 10% 以上，农业产值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但美国为欧洲复兴所提供的帮助远不止这130亿美金的直接经济援助。在美国的影响下，以英国与西德为首的国家在二战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对医疗、养老以及失业的制度性保障，既在当时解放了欧洲工人的生产力，也为日后欧洲建设福利国家埋下了伏笔。同时，为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还在1949年牵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然北约的成立极大地削弱了欧洲国家的国防自主权，但是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因美国通过北约主动承担起西方阵营的军事责任，西欧国家在军事上的支出在战后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而这同样为西欧经济复苏以及西欧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基础。当时间来到60年代末，仅西方阵营控制的西欧地区，其 GDP 总量就占到当时全球的1/4，人均 GDP 超过美国的60%，同时也是东欧以及苏联的2倍以上。得益于较高的经济水平与相对宽松的国防环境，西欧国家还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福利体系。在当时，西欧整体的贫困率史上首次降低到 10% 以下，欧洲人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可即使如此，欧洲的黄金年代才刚刚开始。实际上，在马歇尔计划提出的时候，美国国内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计划的本质是在用金钱换霸权。在二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援助欧洲以及维持北约运行，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太大的负担。但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要为与苏联争霸付出越来越多的价码，同时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美国对外干涉，也导致美国的整体支出快速增加，大量美元流出美国，让美国在挤兑之下，无法再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起初规定的那样，以35美元兑1盎司的比例自由兑换黄金。不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另一面，是美元重新与原油挂钩。虽然阿拉伯国家曾在70年代以原油为武器反击西方国家，但是原油贸易繁荣的基础是尊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因此在经历了70年代的不愉快之后，中东到西欧的廉价能源贸易很快恢复起来。在石油美元体系当中，扮演发达工业国的欧洲可以出口工业品到美国换取美元，然后再利用美元购买中东的廉价能源。石油美元的链条本质上是美国吃肉，欧洲喝汤。那些为欧洲提供原材料与劳动力的第三世界国民当冤大头。但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让欧洲的那些工业国过上了喝汤的好日子，依靠北海原油与天然气发家的挪威，在这一阶段迅速从北欧穷国变为人间天堂。依靠国际组织总部与金融业立足的比利时与瑞士等国，也吃足了美国秩序下的小国红利。在上世纪末，虽然欧洲在人均 GDP 这一数据上略少于美国，但因军事支出较少，加上福利制度完善，当时的欧洲整体生活水平处于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准。以2000年左右的德国为例，当时的德国一方面正处在欧元与德国马克的交接时期，同时刚刚统一10年的德国还需要为东部付出大量补贴，并且德国税负极高，几乎占到了每月收入的 40%。
但即使如此，2000年左右德国工人实际到手的时薪也在9欧元左右，而9欧元在当时的德国可以买1升牛奶加1斤面包加1斤苹果再加1斤猪肉，剩下的钱还可以再给汽车加2升汽油。对于另外一些欧洲小国的国民来说，生活水平比德国还要出众。相比较于当时经济爆发前夜的中国，以及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南亚以及非洲，宛若人间天堂的欧洲自然会用实际行动支持塑造了这个秩序的美国。然而，当美国逐渐意识到令自己经济状况逐渐恶化的原因不仅有工业企业的流失，同时还因为欧洲喝的汤里其实有太多本该美国吃的肉的时候，对于欧洲来说，这种在美国主导秩序下的好日子终于要迎来结束的一天了。